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从临摹开始，进而转化出个人的独特风格。许多鼓手大师也都分享过，透过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鼓友、他们的鼓偶像，他们逐步塑造出他们的个人风格。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即将分享来自于意大利、德国、挪威、日本、巴西、英国、匈牙利，跨足7个国家7位爵士鼓大师。他们的音乐风格横跨爵士乐到金属，绝对非常精彩。对于热爱打鼓的你，这绝对是一种视听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透过观察这些鼓手大师的演奏，我们可以更去反思，更去精炼我们自己的鼓手之路。准备好，我们就一起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rumlet 台北，我是韦恩。首先，先祝大家新春愉快，希望新的一年大家在鼓技上都有很大的进展。那我们也很期待、很开心，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Drumlet 台北2025年第1期的企划。在去年初，我们曾经制作过2024年你必须认识的鼓手。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榜单，结果发现，因为我们是取材于 Modern Drummer 2023的 Drum Pool， 所以这些鼓手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当地发展的鼓手。因此，我们今天要跳出这个视野，探索全球更多值得我们认识的鼓手大师。在上一支影片之中，也很多鼓手在我们留言区留言，怎么没有 Mike Portnoy， 怎么没有 Joey Jordison， 甚至怎么没有 Buddy Rich？ 没错，这些传奇大师真的对爵士鼓文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我们都相信，这些大师其实大多数的鼓友早就非常熟悉了。因此，今天这支影片的重点是在于认识更多我们没有探索过的爵士鼓大师，欣赏他们的技巧以及风格，进而拓展我们的音乐视野。所以看完这支影片之后，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友善讨论，你觉得谁才是今年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必须认识的鼓手？让我们一起来交流，共同进步。第一位鼓手来自于匈牙利，常常在网络上观看爵士鼓影片的朋友，可能在 Zildjian Live 的系列影片看过他。Zildjian Live 是同把品牌 Zildjian 企划的系列影片，他们邀请了全世界的鼓手代言人一起来交流，一起来演奏。那演出的名单包括已逝世的 Gospel 经典大师 Aaron Spears， 曾经来台开过大师班的 Lionel Lewis， 一直到经典传奇的 Dennis Chambers， 这些大师都曾共襄盛举。而接下来这位大师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代表他在 Zildjian 代言人之中有独特的存在，并且他在演奏的时候，台下所有的大师也都惊呼连连。这位鼓手是 Virgil Boley。他的演奏真是满满的流畅以及精准，就像电影的功夫一样，有扎实的基本功。即使没有太多花俏的手法，每一下拳拳到肉，扎实的音符打到观众的耳朵，每一下都是一种听觉的刺激。最有特色的是他的高速移位过门，真的是非常厉害。其实是非常基本，但是一点都不简单的单点，都可以展现出他严谨的训练，让整体的演奏充满了快感。而这也跟他的手腕以及关节运作的运棒息息相关。想要提升移位速度的朋友，不妨仔细观看他是如何运用关节以及打击路径去操作他运棒的轨迹。仔细去看他的动作，这个真的是追求速度的完美示范。而除了前面提到的 Zildjian， 近年来他也和他代言的 Gretsch 一起研发出他的个人签名小鼓。14×4.25的尺寸，1.2的黄铜鼓度反应非常快，声音明亮却又不是14寸的厚度，在声音上面非常有辨识度。而在他的频道也可以看到他的城堡一直在变。比较值得跟鼓友分享的是他这2套绿色葱以及黑色的 Gretsch 鼓组，搭配它的铜把，有大有小的层次配置，让视觉以及听觉上面的层次非常丰富。音色的多样性在这样的状况下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学习。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我先不说这个鼓手，但让大家猜猜看这个鼓手是谁。这位鼓手因为去年加入了新的乐团，成为全世界鼓手的目光焦点。我们先来看看他小时候的影片。OK， 暂停一下，你知道他吗？这位就是今天的金属天团 Slipknot 的鼓手 Eloy Casagrande。
这个剧情真的很像日本少年漫画会出现的年纪轻轻就登上世界顶端的故事。Eloy Casagrande 在14岁的时候就曾经登上 Modern Drummer 这样世界级的舞台。然而他在最近 Drumeo 的访谈之中也老实坦诚，其实当初的他是非常紧张，毕竟这个舞台真的是全世界鼓手目光的焦点。他是受到他的家人、他的老师 Achilles Priest 的鼓励，才能完成他这个人生的代表作。而这位老师也就是力量金属民团 Angra 的前鼓手。想都没想到，从前的少年鬼才，到今天他可以成为 Slipknot 的鼓手，并且征战世界各大舞台，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点一滴去累积而成。有没有像漫画一样非常励志、非常激励人？而回到 Slipknot， 从原主鼓手 Joey Jordison 一直到 Jay Wember， 这些鼓手都一直是维持这个经典民团的核心存在。而要撑起这样量级的乐团，必须也是一个世界级存在的鼓手。而这个从缺的位置，一直到 Eloy 接手之前，都是鼓手圈、金属乐团圈讨论的热门话题。值得一提的是，加入 Slipknot 之前，他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金属民团 Sepultura 的鼓手。不管是在哪一个乐团 ，Eloy 辨识度十足的演出、暴力感十足的打击，还是 punch， 他的演奏真的是极具个人的风格。在极大的运棒幅度之下，还是保有高度的利落灵活感，这真的是千锤百炼才能造就出来的演奏技巧，真的是令人非常佩服。OK， 这支影片下方会有我们整理这些大师的代表作。看完这支影片有兴趣，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但更重要的是 ，Drumlab 台北是以爵士鼓为出发点的音乐文化型平台。平常有分享音乐教学、访谈、器材 review、drum cover 以及各种有趣的企划。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有趣的资讯的话，现在就订阅起来吧。接下来这位鼓手来自于意大利，是我关注非常久也非常喜爱的鼓手 Federico Pavlovich。他现为 UFIP Sonar 的代言人，在欧洲小有名气，是许多欧洲的 Drum Camp 或是 Drum Fest 的常客。而且刚好在去年，他也跟2位神仙级的大师 Chris Coleman 以及 David Leach 在欧洲举办联合的 workshop， 实在是对住在欧洲的鼓手满满的羡慕。从9岁就开始演奏，不断精进鼓艺，也曾经和许多国际级的大师学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Giorgio Bolle。第一次看到 Federico 演奏，就是看到他代言的 UFIB 示范并展示他们铜把的影片。他在里面演奏他的金属团 Discharge 的歌曲。这个乐团 Discharge 发行过6张作品，并有在世界巡演的经验。第一次看到这影片，就对 Federico 大胆且极具张力的演出吸引到，并在演奏之中有创意的融入各种元素在金属乐之中。近期我们也看到在 Sonar 发布的系列代言人影片里面看得到他的踪影，在里面 Federico 在 Sonar 工厂里面展示 SQ1 的好声音，当然他的技巧如一贯的生猛。从他的摆设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 Jazz Fusion 在他演奏中带来的影响，也非常期待在未来有机会看到他演奏的现场。如果你喜欢 Dream Theater、Mike Portnoy 或是 Megascar Animal Sex Leader 这样前卫金属或是摇滚的曲风的话，接下来这位鼓手你必须认识，他是来自挪威的 Bart Kopstand。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聊聊前卫摇滚、前卫金属这样子的曲风，像是 Dream Theater 或是 Rush， 相信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乐团。这个曲风透过精雕细琢的编曲以及特别的拍号转换，比如说5转7拍，或是我的脚在踩5拍，手在打4拍，各种挑战人体极限的编曲，真的是难度非常高的曲风之一。也是因此，一直到今天，像 Dream Theater、Tool、Animal Sex Leader 这些前卫天团一直都是技术型鼓手做 drum cover 的指标歌曲，能玩前卫曲风的鼓手绝对也是练家子出身。今天介绍的 Bart Kopstand 就是来自于挪威的前卫金属团 La Prius 的鼓手。
从小接触爵士鼓，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街头 busking， 常常说一个一模一样的节奏给10个人打，你会发现打出来是10种不一样的节奏，每个人对律动感呈现的方式都很不一样，像是我们常在街头听到的 disco 节奏。一样的节奏 ，bar chord 就是可以展现的特别好听、特别有趣，把简单的东西打得好听、打得有律动，真的是硬底子的鼓手才做得到的事。刚刚前面有提到，身为前卫摇滚、前卫金属，打复杂的拍子、复杂的结构打得好听、有律动、有情绪，在这一点 bar 更是做得得心应手。推荐了 Prius 的 Coma， 大家可以听听看，即使复杂的结构。他的演奏还是非常有律动感，非常有情绪，并且游刃有余，听了真的是很过瘾。最后值得提及的是，大家可以留意，即使演奏这样相对重型的曲风，Bar 的音棒却是意外的松弛，意外的轻盈。这也大概解释了他如何在高强度的以及密集的鼓点之中，仍然保有高度音棒流畅性的原因之一。英国爵士乐绝对是当代音乐之中非常有趣的一个存在，融合英国在地深厚多元的音乐背景，这个来自于美国的爵士乐，在英国茁壮发展出有趣且迷人的音乐样貌。接下来这位鼓手在这波浪潮有着非常重要的存在，他是 Richard Spaven。是今天介绍的鼓手，我认为最纯粹的一位。曾经与 Lord Connor、Flying Lotus、Jose James、James Zoo、Jordan Rakei 等音乐人合作过。受嘻哈音乐启发 ，Richard Spaven 的演奏如鼓机般，对于 Subdivision 的应用更是炉火纯青。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纯粹，不只呼应在他的演奏之中，以律动为出发点，在音乐里面不断变化、不断流动，保持纯粹却不失音乐的趣味性。而这个纯粹也延伸到他的音色选择以及器材，简单的4piece 鼓组，大鼓、小鼓、ragtone、floor tone， 甚至有时候是3piece， 大鼓、小鼓。floor tone， 极简的配置却玩出更多的律动上的变化，给直觉的加法哲学上带来更多的反思。而确实有时候限制反而是创意展开来的出发点。在音色限制下 ，Richard Spaven 在音乐中反而更明显感受到他要展现的律动以及流动。听 Richard Spaven 演奏是一种律动的纯粹极简，有时候也更像是一种冥想，绝对是我们不能错过的爵士鼓大师。Noah Furbringer 是德国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兴鼓手，活跃于欧洲各大舞台上。我发现他是在 Moses Yufi Trio 的 Live Session 演奏之中，演奏中拍号不断的变换以及各种 Metric Modulation 的应用，听了真的是惊奇又刺激。演奏技巧高超利落，以爵士乐为基底。除了 Moses Yufi Trio 之外，他也跟很多艺人、很多音乐人合作过，并在2022年发行过个人专辑 Moonwalker， 不断在音乐世界之中表达自己。喜欢 Jazz Fusion 的鼓友非常推荐 Richmond Plus at Ease 这首 Live Session， 可以感受到 Noah 利落而且畅快的流动感。而在器材方面，他现为 DW 和 Paiste 的代言人，非常 modern 的声音也非常契合他擅长演奏的爵士乐类别中。配合他干净利落的演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以到他的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频道上面都有非常多他演奏的影片，不要错过这个德国耀眼的爵士新星。最后，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拉回亚洲，说他是日本当今最忙碌的鼓手之一，绝对不为过，也绝对是我们必须认识的世界级鼓手。以爵士乐为基础，石诺君参与过的音乐制作案真的讲都讲不完。从爵士到摇滚，到当红的日本乐团 Kinu 的前身 Stravinsky 与 Millennium Parade， 他都参与过。而爵士乐漫画 Blue Giant 的电影版蓝色巨星，也是由他演奏戏中的爵士鼓。
甚至日系女王追命林奇的专辑以及演出，他都曾经参与过，真的是非常忙碌，非常厉害。史诺俊有着古典的打击背景，又不局限于单一的风格，演奏能力真的是令人敬佩。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附属音乐高等学校打击乐专攻，并取得该大学的学位。演奏能力从学术一直到实务，经验都十分丰富。许多演出影片都可以看到他的随性并且流畅的表达他对音乐的想法，如水一般。而在各种专案，他也都可以快速转换，也呈现像水一般不一样的音乐样貌。最印象深刻的是 Blue Note Tokyo 发布的这个影片，在影片中，他分享音乐编曲的想法，他用电脑与萨克斯风手即兴编出一段有趣的段落。才华洋溢的令人佩服。而前面提到的动画影片 Blue Giant 剧情热血之外，在爵士乐的编曲也是非常精彩。好玩的是，在访谈之中，他为了配合剧情，史诺俊也说出在录制的时候模拟入门鼓手的尝试，可能是不能用手指或是用胶带把鼓棒手粘在一起。虽然成果还是非常厉害，但了解之后回去仔细听戏中的音乐，更能反复欣赏这个有趣的设定。不管是 Blue Giant 蓝色巨星的原声带还是电影，我都十分推荐给各位鼓友。在一开始筛选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就想了非常久。这个企划从开始写稿一直到你今天看到，可能已经快超过1年了。真的也是因为我们太多大事想要跟各位鼓友分享，希望看完这期影片对你在爵士鼓的演奏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想法。也或许有一天有机会，我们看得到这些大师现场演奏的踪影。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回来这支影片，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看到了什么。而你又认为谁才是在2025年需要被大家认识的鼓手大师？欢迎在下面跟我们大家分享。最后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留言。这里是 Drumline 蔡佩，我是韦恩，我们下次见。